在破亲会的组织架构中，无非叶手下战斗力最强的。虽然是3大长老和4大伯爵，但真正让叶晨感觉头皮发麻的，其实是无处不在的书生。书生计划与大换血计划一样，都是极端残忍且恶毒的阴谋。大换血计划让所有驻地的死士和家人彻底打散分开，无论谁逃走，家人都会被全部处死。这是从人性层面最大限度的扼杀了他们背叛策反的可能性。而书生计划更像是一个全球卧底与血脉渗透计划，针对的是全球的精英阶层。叶晨的舅舅和小姨便都是书生计划的被害者，而且险些连累外公一家惨遭灭门。这个计划最阴毒的地方就在于它几乎防不胜防，因为他们会倾尽全力，倾尽一个人的童年和青春，完完全全将此人打造成最适合某一个人的伴侣。也就是说，平常谈恋爱，2个人都需要慢慢磨合，但书生则不同，对方会让人感觉此人与自己简直是灵魂伴侣，天作之合，完美适配自己。这会带给人极大的惊喜感，但也会让人最大限度被麻痹，因为这世界哪有什么人是先天适配你的，除非这个人就是为你而生，或者为你而养。你身上的每一个棱角，对方都会在对应的位置挖去自己的骨肉来包容你。你身上的每一个缺点，对方也都会拼尽全力提升自己，在对应的位置搭配能够填补缺点的优势。这也是书生渗透性极强的关键。一旦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这世界再不会有谁比对方更适合你。眼前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生所面对的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局。他拿起电话给史蒂夫打了过去。史蒂夫此时正在校长的陪同下，在校长办公室抽雪茄。他对斯坦福不感冒，对科技和学问都不感冒，所以在大学校园也完全得不到任何熏陶。此刻他在校长办公室抽着雪茄，唯一的遗憾就是怀里没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大学啦啦队长。接到叶晨电话，他谄媚地笑着问：叶先生，您在哪儿呢？有没有什么需要在下服务的？叶晨问他：史蒂夫，你们家族有在斯坦福读大学的年轻晚辈吗？应该叫罗伯特·罗斯柴尔德。史蒂夫皱着眉头说道：罗伯特，那个小狗崽子在这读书，我平时还真没怎么关注。他是我4弟的孙子，应该刚上大学没多久吧，我都不知道这小子在哪儿读书。叶先生，您遇到他了？叶晨嗯了一声说：刚好看到他在打球。你给我介绍介绍你4弟一家的情况。我4弟……史蒂夫忽然有些莫名火大，气恼地说：那家伙就是个投机取巧的混蛋，这些年发展方向一直在硅谷和科技产业。他的大儿子就是斯坦福毕业的，罗伯特就是他大儿子的大儿子。叶晨又问：还有什么细节？史蒂夫想了想，细节的话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吧。他们扎根加州，平时我跟他们接触不多。叶晨问：那你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直系成员的婚配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要求？史蒂夫说：那当然有，首先是继承人一脉。直系成员婚配的要求主要是对方家族的实力地位，其次就是对方家族的血统。家族必须是老牌贵族出身，而且必须是西方人，纯正白人血统。家族历史要经得起至少200-300年以上的审查。如果非继承人一脉，要求会适当放宽一点。叶晨问他：这么说来，你和你的家人子嗣就属于继承人一脉，你4弟这一脉就不算了，对吧？史蒂夫立刻说道：那是当然，我现在还没继位，一旦我继位，我4弟他们虽然也姓罗斯柴尔德，但就已经被定义为旁系家族了。等我的孩子再继位，我其他孩子也会被分割开来，他们只会越来越远离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叶晨又问：那你4弟的孙子有没有可能被允许娶一个混血？史蒂夫想了想说：罗伯特如果想娶混血的话，
起码现在还不可以，因为他们现在还属于一代直系，所有一代直系的婚配都要向家族宗室递交申请，由家族长老团来审核，通过了才能结婚。如果没通过或者没申请就结婚，责罚是很严格的。不过只要我继位，他们就立刻被踢出了一代直系的范畴，那个时候他们婚配就有一定自主权了，要求也不会很严格。血统上只要能保证50%西方白人血统就可以，另外的50%不做强求，可以是黑人，也可以是黄种人。叶晨眉毛一挑，看着场内那个美艳无双的混血女孩子，心中暗叹，看来破亲会也早就摸透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各种内部要求已经开始为他们定制混血了。史蒂夫这时候又补充道，对了，叶先生，就算是50%混血，我们对家族底蕴也是有要求的，不是随随便便一个混血就可以，最起码那50%的白人血统要属于一个有名望有历史的大家族，否则也是绝对不可被允许的。叶晨心中了然，看来破亲会的书生也已经不只是华人血统，甚至已经开始了全球的血脉融合。他们眼下最大的问题是还没能打破各国顶级权贵圈子特定的血脉和身份要求，一旦他们层层突破上去，说不定将来会跟犹太人一样，有能力影响白宫的决策以及整个美利坚的方向。如此想来，吴飞燕在全世界各个区域、各个领域的布局要远比自己知道的更广。好奇心被彻底勾起来的叶晨立刻对史蒂夫说，这样吧，你晚上安排一个饭局，顺便叫上你这位侄孙，我想跟他认识一下。史蒂夫下意识地说道，你要是想认识他，我让他乖乖去拜见您就是了。叶晨说，你废话越来越多了，我想认识他自然有我的原因，你只管安排，另外记得旁敲侧击，得问问他有没有女朋友，有的话就把女朋友一起带过来。史蒂夫眼睛一亮，脱口道，叶先生，您该不会是看上这小子的女朋友了吧？叶晨心说，这老家伙思想可是够脏的，不过也没有过多解释，只是叮嘱他按我的要求办好，晚上我要见到那个罗伯特·罗斯柴尔德以及他的女朋友。史蒂夫立刻说道，没问题，叶先生您放心，我一定安排妥当。这小子到时候敢说一个不字，我先把他嘴抽烂。